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欢迎我们的来宾陈立伟、蔡正元委员。思敏好，大家好。淡大战略所助理教授马准威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还有前海军舰长吕礼师舰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要特别来关注到的是习近平猛打石虎。今天要来关心到的是在中国内部祭出的反贪腐权哦，高官频频落马。另外呢，针对100万人也是反腐零容忍，怎么回事？今天一起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我们今天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因为川普最新喊出了3喊哦，他说习近平他是中国唯一的老大。同时间，我们看到今天会来特别讨论了，光是1月份就连斩了10名的高官，代表中国现在权力结构已经拍板定案，正式进入收官期吗？第二件事情来看，除了一月倒了10个人之外，高官还有1年查了上百万人，这是中国大陆政府反腐了吗？现在是以反腐为名的一个政治清算吗？我们今天也会来做关心。最后今天会来看到是110名的这个将领，他们都落马了。张又侠出事，这个到底是贪腐的问题，还是习近平要确保军队主要只认他一个人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现在是川普总统也正式的来为中国大陆背书了吗？我们要来看到中国大陆最近打贪这件事情，除了这个张又侠案之外，还有许多起的案件不断的爆发。那么川普最新呢，他在空军1号上面受访讲了3次哦，他说习近平是中国唯一的老大，甚至刚刚说了，他就说了3次他是老大。那我们也要来看到是光是1月份中国政坛的反腐风暴持续的延烧，因为1月短1个月内有10名现役或者是退休的这些重量级高官都被宣布要进行调查，或是直接落马。而这一些高官，今天我们会来稍微看一下，其实横跨了包括了军方、还有部会，甚至是央企、地方党委等等，等于一次把政治、经济跟军事的3条命脉的官员都做了一次性的清洗。好，来看到一些比较知名的官员，除了我们节目谈了非常多的有关于张又侠案跟刘振立之外，其他还包括了相关的管理部门，或者是前内蒙古的这一些自治区党委书记，甚至涉及到一些企业的一些总经理，所以这高官数下来大概有10名左右。习近平在最近也不断的强调，他说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一场重大的斗争。所以呢，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川普的言论，他称习近平是中国唯一的老大。那在对比说1月份有10名的高官落马，有什么相关性？现在就是要全力的打老虎，倾全力的这个终极收官吗？委员怎么看？请问一下，有人怀疑川普是美国唯一的老大吗？川普一就任美国总统，马上砍掉参谋联席会议主席，马上砍掉好几个4星上将，现在又说要把4星上将砍半。请问一下，有人怀疑他是老2吗？没有怀疑他老大，连那个联准会主席啊都被他修理得很惨。不只是如此啊，这个美国大概连参众议院都臣服在他脚下。所以川普是美国唯一的老大，那为什么习近平不是中国唯一的老大？还有2个老大、3个老大，这很奇怪。又不是伊朗跑那个教主是老大，比总统还大。这个正常的政治体制国家一把手就是一个老大，不会有2个人。那习近平是真的以前不是唯一的老大吗？还有唯2吗？这个就是我们来讨论的。那这2个层面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政治性，说你是不是老大，有没有挑战你权威，有没有人故意要削减你权力，或者故意要造反。好，那第2个就是有没有贪腐。贪腐简单讲就是拿钱。好，那这里面名单上的确有人是拿钱的，比如一开头这个大陆媒体就讲说，这个贪腐问题严重比如说王湘习啦、孙少平啦、顾军，那这是在经济问题，就是属于拿钱，然后出卖公帑，或者是批什么特权给谁，拿到什么好处。那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只是他的问题说，2013年习近平打贪反腐搞到现在，还有这么多贪腐吗？1年真的要查100万人吗？那会不会
这个机制是不够，还是哪边出了问题？哦，这个大陆要自己去检讨。第二个，如果不是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张又侠这一次很明显的是政治问题。因为解放军报讲了5个严重，看起来没有一个是真正的经济问题啊。他第一个严重是说严重践踏军委会主席负责制，什么意思？抗命。我的解读就是抗命，抗谁的命？抗习近平的命。也就是张又侠想要当军队里面的老大，要架空军委会主席，不然这一句话什么意思？没有别的解读。这个自从毛泽东啊，在这个古田会议这个建立的解放军的基本原则就是只准党指挥枪，绝对不准枪指挥党。其实这是个现代文明正常的做法。为什么？因为很多欧美国家也有2条原则啊。第一个，文人领军，国防部长一定是文人。第二个原则更经典，不许军人干政，就是2个原则，跟这个只准党指挥枪，绝对不准枪指挥党，2个是异曲同工，没有什么区别啊。又不是军阀时代，所以不会有这种状况了。那张又侠是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跟刘振立2个人会去这么严重的践踏军委会主席负责制，然后严重损害军委会的权威，到底发生什么事？不知道，是任用私人吗？还是这个不服从命令随便调动这个军队等等？还是有人更严重讲说有兵变或者兵谏，或者要推翻习近平？有没有那个海外的那些一些异议人士讲得像讲故事一样那不管如何，这个东西大陆上也真的要深自去检讨，是不是有更好的制度来防范这些事情这个没有人怀疑美军会兵变为什么？因为它的制度很完整，很完整。那习近平讲对反腐败是个输不起的一场斗争。任何一个腐败的政权一定会走入灭亡。现在伊朗就是这个情形。任何一个腐败的军队绝对不会打仗的以前的八旗兵就是个德性以前你看这个满清入关都英武最后怎么样？吃喝拉撒享受豪华，就打不起仗了。整天贪污那最后结果是什么？最后就是满清灭亡嘛。所以我想习近平应该也了解到这些历史上比较复杂的问题。所以川普讲说，习近平是唯一的老大，是的，他还讲他自己，我是美国唯一的老大。是好，那可是重点就是习近平他要这时候立案做了非常多的贪腐的调查，但是在去年2025年，我看到这个案子超级多，101万件，处分了98万人，包括省部级以上115人，这数字真的是非常的多。到底是在打贪腐，还是有没有可能上对下的一种政治清洗？马老师又怎么看？我觉得在中国大陆，它这个反腐应该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它主要源自于1978年，当时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就允许当时的军队因为很穷，所以他允许他们从事事业性的这种经营。但是这个过程里面，因为在中国大陆的军的地位很高，所以当他们去经营的时候，很容易产生垄断。到了1998年的时候，江泽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当时中国共产党就发布一个决定说，从此以后大家不准再经营。但是问题是，78年到98年这20年，大概就积重难返了那大家也变成一种习惯。换句话说，你以现在台面上可能60到70岁的这些政治人物，以前都经历过这个贪腐的阶段。那也就是说你会拿到高官的位置，基本上你没有干净，应该是这样理解。所以他的问题不光是这几个高官，而是他是整串人。所以你看，习近平上台以后，这十几年里面，每一年平均大概80到90万人被立案起诉，就贪腐的这个立案起诉。所以这个累加起来，这数字非常的高这个可能将近1000万。中国共产党才9000万到1亿人，也就是10个共产党有1个被查过，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大陆这个内部贪腐问题是非常严重。所以习打贪，我认为一开始是真的，但是他后来发现，这打贪的过程里面也可以肃清对他有威胁性的敌人或政敌的时候，他就开始不单纯。所以我认为在后面的这个反腐的过程里面，它同时体现着2种
目的，一个是让这个国家可以更健全，但是另外一方面要肃清政敌，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非常绝妙的手段，因为老百姓非常支持哦。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到底是它目的到底是放在肃清还是反腐，我认为其实从现在太阳上看起来应该是都有。好，肃清跟反腐两件事情同样并行。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有这个美国驻中大使，他也针对了这件事情做了一个评论。他是 David Perdue， 我们来看到他怎么说。他说呢，这一场行动除了是纠正军中的贪腐问题之外，也是具有高度性的，因为习近平要确保军队可以完全的掌握控制权。舰长怎么看？其实我们来看从中国共产党他之前，他就以毛泽东主席那个时候他就强调的，也就是刚刚郑源老师特别提出的党指挥枪。那如果是党指挥枪的话，那其实因为共产党以前在这个党指挥枪没有开始例行之前，他其实是受到一些教训的那也就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共产党其实他们只着重于争取民众的支持，并没有争取部队的支持，所以最后呢，在国共分裂之后，他就受到了这一个军事的这个讨伐所以他那个时候也就是经由这个教训之后，他开始例行党指挥枪。那刚刚那个马老师也特别提到了，就是之前有关于军队它可以经营很多企业的部分但是后来不准。但是后来还有遗绪，什么样的遗绪呢？也就是2015年开始进行军改之后，我们就看到中国大陆的装备不断的在起飞，不断的在更换。那在这些更换的当中，当然就会有人上下其手。我举个例子，也就像我们现在在谈到，如果台湾海军曾经发生的弊案，也就是我们讲到拉法叶的时候，那时候也是我们台湾在更换装备的时候，那就会有人上下其手那至于说现在的这个状况呢，那大家其实都有份。那之前南华早报还用了一种形容词，它叫做他方式的贪腐，也就是贪腐一抓就是那个一串那个肉粽这样子拉起来，所以只要下面的人不断的往上咬，那就会是这个样子。那我再举一个我亲身遇到的例子我之前我在念这个世新的新闻所的时候，那个时候有非常多的陆生那我们下课的时候，有的时候闲聊，我就问他们说，你们是因为你们当兵就是入伍是因为家里比较穷吗？那个是2013年以前的事他说没有，家里要有2个才能够去当兵。我说怎么会是这样呢？我们一般都是觉得家里比较穷去当兵。他说不是，他说因为当完兵之后，因为军方有非常多的优待或者是他可以从事特许行业，所以他就变成他去当兵，但是你要能够去当兵，能够升官，能够进入到某些部队，对不起，通通要钱。可是后来我在听到的时候，他们说就是开始习近平主席开始打贪的时候，就全部拉下来，就是曾经你有收过钱的，通通都是这样。所以那一段时间就是郭伯雄的那个阶段，那他们遇到的就是这个事情。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解放军报他就讲到永远吹响冲锋号，然后他在谈到说身份没有豁免权，功劳不是抵罪券。那他这件事情就专门对准了张幼霞来讲的。为什么？因为他讲的就是军2代，因为其实张幼霞的父亲也是军人。然后他讲说功劳不是抵罪券，因为2次的这一个越南的那个惩越战争，张幼霞都有参加。所以现在他们这种说法呢，也就是一锤定音，反正这些人就是要落马，这些人就是要更新。但是对于解放军的指挥会不会有影响？不会有影响的，因为其实他后面都还有层层的代理人。举个例子，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在年初的时候进行的这一个
正义使命2025的这个军演的时候，是其实他的司令员只上台了那个1个礼拜，就立刻的进行。为什么可以？因为军队的指挥链非常清楚。今天换了这一个司令员，就跟随着司令员做就对了，所以没有指挥的问题。好，谢谢舰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